Elephant versus dragon. A border clash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is insanely risky. Time to swap map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game of Go, clever players ignore little battles in favour of strategic plays. Leaving local disputes unresolved means that later, when the game tightens and the enemy is off guard, you can snatch prizes at lower cost. In the 69 years since China truly became India's neighbour by grabbing Tibet, the world's two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have played a similar game. Even as their leaders summited and trade thrived, the Asian giants left a mes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fester. 好，来看一下这篇新文章。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是中印两国之间最近在这个边境地区爆发冲突的这个事件。文章标题叫做 Elephant versus Dragon 这个比较好理解是吧 ？Elephant 大象指的是印度，然后呢这个 Dragon 呢就指的是中国，所以呢就是这个印度对抗中国好，先来看一下引言部分。A border clash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is insanely risky.Time to swap maps 好，我们先来看前面这句话它的主语是这个 clash， 就是冲突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所爆发的这个边境冲突 border clash is insanely risky insane 它表示为疯狂的这是它的副词形式，然后这个 risky 是有风险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中印两国最近在这个边境地区爆发的这个冲突是非常的危险的然后呢 time to swap maps swap 就是交换可以做动词也能够做名词，所以呢是时候要去这个更改一下两国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地图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话。第一句话说呢 In ancient Chinese game of Go,Clever players ignore little battles in favor of strategic plays. 好，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个状语部分。这个 Game of Go 呢，它指的是围棋，就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围棋当中然后呢，这个 clever player 比较聪明的、比较睿智的这些棋手这个 player 对应前面这个围棋，所以翻译为是棋手Ignore little battles 他们会去忽略掉一些很小的一些这种无足轻重的一些这种棋盘上的较量。In favor of 是为了能够怎么样一种 strategic plays strategic 表示为战略上的是吧？所以呢，它是为了全盘的战略它会忽略掉一些无足轻重的一些较量我们把这句话美化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在古代中国围棋它讲究的是这个博弈睿智的棋手为了全盘的战略往往会忽略一些无足轻重的较量，所以这篇文章在一开始呢是用这个中国的围棋做了一个比方来去引入这篇文章的一个主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Leaving local disputes unsolved means that later when the game tightens and the enemy is off guard you can snatch prizes at lower cost那么这句话的主语是一个动名词leaving local disputes unresolved那么 dispute 叫争议或争端是吧？那么这个地方这个 leaving 呢，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搁置就是搁置这个地区上的一些争端，后面这个 unresolved 就跟我们前面这个 leaving 搭配在一起就理解为是搁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后面跟了一个这个宾语从句然后说这个 later 之后后面是一个时间状语 when the game tightens and the enemy is off guard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 game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上一句话当中说的这个下棋，那么你也能够去理解的是这是两国之间对于这个利益的博弈然后后面这个 off guard 呢就是表示为放松警惕的所以在之后当这个局势变得非常紧张这个 tighten 就理解为是紧张，以及呢当这个敌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you can snatch prizes at lower cost 我们来看这个主句当中的动词 snatch 它表示为这个叫抢走或者是抓住抓住机遇或者抢走某物所以我们把这个 snatch prize 就把它理解为是获益然后呢后面有一个状语at lower cost 就以更小的代价来获益。好，我们把这句话连起来再翻译一遍，就是说呢这个搁置地区上的争议意味着在之后局势紧张而对手松懈时你能以更小的代价获益。好，再来看第三句话 In the 69 years since China truly became India's neighbor by grabbing Tibet, the world's two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have played a similar game. 所以这句话就开始提到这个中印两国了
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个时间状语啊，就是在这个69年的时间里，后面跟了一个这个 since 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啊，就是说呢，自从这个中国通过去 grab Tibet，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的 grab 我们理解为是霸占或者叫攫取，所以这个作者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是中国去霸占了这个西藏的土地啊，所以他毕竟是英国人写的东西啊，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印度的，所以我们把这个 grab 就理解为是解放就行了啊，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在解放了西藏之后呢，这个中国和印度就变成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邻国。那么距今呢，就是已经有这个69年的时间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这个主句。那么这个世界上2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中印两国，是吧 ？Have played a similar game， 就是他们2个，就说这个中印2国之间啊，都是采取的像这个下围棋一样的这种策略。好，我们把这句话呢也稍微美化一下，就真的这个自从中国在1951年解放西藏后，中印2国就真正意义上成为了邻国。这2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直采取着这种策略。好，再来看最后一句话，他说 Even as their leaders summited and the trade thrived, the Asian giants left a mas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fester.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开头的状语从句啊，里面有2个动词，一个是 summit， 一个是 thrive 啊。那么 summit 这个单词比较简单啊，它做名词表示为这个山的这个顶峰啊，或者说指的是这个峰会。那么这个地方做的是动词啊，就是举行峰会。那么第2个动词呢叫做 thrive， 叫繁荣兴盛啊，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呢，前面这个让步状语就是说呢，即便这个中印2国的领导人之间呢举办过峰会，而且呢2个国家之间曾经也有过这个繁荣的贸易啊，注意它用的都是过去时态。那么，但是呢 ，the Asian giants 这2个亚洲的大国啊 ，giant 叫巨人是吧？2个亚洲大国 left a mas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它就留下了大量的 a mass of 啊领土争端 territorial dispute to fester。那么这个地方的 fester 它也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啊，它一般指的是这个人的健康状况的恶化，或者说伤口的溃烂，那么也可以指的是问题的恶化或者这个情绪的一个加剧。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主句就理解为，但这2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大量领土争端啊正在加剧。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第1段话中的知识点。